假如在零下40多度的极寒環境突然醒来，你该怎么生存下去？最近已经到了我们1年中最寒冷的时刻，持续将近10多天的40度低温，把北京的一切都定格在了寒冬中。这期视頻，我們再一次返回到了自己改造的末日履帶車安全屋內。好了，歡迎來到本期0度以下的生活。哎，好久不見吶，鐵子們！我們又回農場了，今天準備回農場待差不多不到小1周吧。回履帶車，今天帶你們，因為這履帶車咱得有1個多月沒回來了啊，很多物資裡邊都不行了，我們準備換一下，把雪橇拿來了，把這些物資裝上，咱們現在就回去，還得走到山路。雪特別厚，現在這個位置，這2天呢是3、9天，也就是我們這裡每年最冷的時候，就是在1月份。正常來說是在過年前後，但今年過年太晚了。這裡今天的溫度啊是零下38，你再往北，你像北極村的溫度，今天應該是零下43。我印象3年沒有出現過零下50了，上一次可能是22年，到了零下51度，溫度越低，問題越多。以目前這個溫度來看的話，它會持續1周甚至10天左右。咱們的柴火肯定是不夠。今天回來把我們的東西收拾好，明天呢我们還要去搞更多的柴火才可以。所以說這個拉爬的這個體力活啊，明天我們還得繼續幹。明天的強度比今天大，真冷，能看上今天是3、9天，眼鏡都上霜了。現在這屋內的情況啊，就像是一個廢棄的小房，你知道嗎？然後有少許的裝備，這才是真正那種極寒末日的感覺。我們今天回來第1天工作有很多，現在清理一下整個屋內，太亂太埋汰了，時間長沒回來都不行。這上面凍的哎呦去一層霜，哎呦疼啊，把手。我們這次準備了很多新物資和裝備，重要的是柴火呢，咱們明天才能拉過來，今天就挺一挺。生活在極寒地區啊，特別是像我們這裡3、9天，必須時刻保持你的熱量。還好咱們的履帶車面積比較小啊，以及爐子的爐筒在車內延伸比較長，這樣的話可以大大保持我們的熱量，減少木材的消耗。極寒環境生火呀，沒有大家想那麼容易，甚至你有可燃的材料，你都不一定能把這個火給點起來，知道嗎？所以說這個時候呢，就需要靠有一些特殊的，例如樺樹皮。你如果不去照顧它的話，大概燒一小會兒，看似火起來了，不出5分鐘就滅掉。你就不要考慮什麼森林火災了。車內啊，我碰哪兒疼，就那種刺痛感。溫度降到一定程度以後，就都會對你的皮膚造成損害啊，就這種情況，刺痛。這是雪天的農場門口，你們能看到？我操，你們能看到嗎？對面樹頭上站一隻特別那麼大的，那是貓頭鷹吧？這焦段不夠，我給你拿手機看一下啊！我操，真大呀，好像是貓頭鷹，那不應該不是雕。看，我們上它下邊去看看，看它跑不跑。這是貓頭鷹，沒吃的了，應該是盯上農場兔子了，我估計這是。我來採集點樺樹皮啊，要不然下次點火又沒有的用了。這一片全都是樺樹林，正常應該拿刀嘛，因為現在這個天太冷了，我實在是不想握刀。這個現成的，現成的，咱們來採點現成的就行了。這一塊就非常不錯啊，整塊都它有的樹自己會起這個皮，我們就可以直接去拿走，就非常方便。你倆幹啥？膽肥了你倆啊！膽大的已經吃上飯了啊，膽小的還在那邊餓着抽抽呢。這都是咱們春天不是秋天那些小兔崽，記得吧？全長大了，現在分布在農场的各個位置。有一部分找不着吃的呢，就會上我們這來人工投食。過一段時間來餵一次。如果說能找着吃的，那現在可能在這附近哪個山裡就不知道了，跑得滿山都是。
船房傳喜訊，喜提仨小孩，又喜提仨小孩。这里邊长真丑，怎么鼻子还是白的呢？但是該說不說，他倆挺純，生了2窩了吧，全是純黑的，一點顏色不帶有的，全是純黑。現在農場大鵝和雞都鎖起來了，然後兔子是散養，狗的話就放在這裡。冬天養它們，就像之前我說保暖問題是一樣的啊。咱們人呢穿羽絨服，它是為了锁熱，是不是？你自身得產生熱量，對吧？它們也是，它們有自己的皮毛，自身也能產生熱量，所以說就要求在冬日的時候，我們要餵它一些特別高熱量的食物，這樣的話才能挺住這個冬天。前2年更冷都扛過來了，啥事兒沒有啊。只要是你看都吃胖了，那公狗吃他媽這麼胖，它只要是吃飽，它就不會被凍死。你就記住這一點就完事兒了，吃不飽就得凍死。野生動物也一樣，人也一樣。冻了這麼久都不用緩緩，挺好啊。3房就不一樣。嗨，迷你版啊！咱們現在這車吧，因為不用考慮走動固定的問題了，所以說就堆得滿滿。固定的營地嘛，就不用在乎那些了，咱們就可以把整個車內堆得滿滿的。這麼低溫的天氣，這個車1個月沒有動過，整個車內積攢了非常多的涼氣，我們必須提前燒柴，燒一段時間才能把這個涼氣逼出去。是跟東北的房子一個道理啊，東北的房子即使長時間沒人住，你必須得把屋燒透才能熱起來。現在這個爐子是燒起來了，我們得積攢一會兒熱量才可以。看看。已經燒起來了，然後這個是目前咱們的車內物品還沒到全，明天我們去拉木頭的時候呢，再把物資也拉上來一點，快遞還有沒到的。這回這個末日小屋啊，看着更有風格了啊。虽然說碰上野生動物的概率不大，但是這個工作必須要做啊！特別是咱們在深山裡，旁邊那個是農場最邊緣，那個房子是廢棄的，馬上就要塌了。那個是之前羊圈，那都4、5年前的羊圈了。其實這個位置吧，已經非常偏了。你們就是每次咱們來的時候，你可以看到周圍特別多的腳印，所以說安全性一定要保障。到了每年3、9天這個時候啊，所有的野獸攻擊性會大大增加，因為食物的缺少，覓食性困難，加上溫度急劇下降，它們需要食物來維持自身的熱量，導致狼群等食肉動物會經常去人類的聚集區進行活動。咱都不用往裡走，你看看我剛從履带車這出來多一塊啊！你自己看看，這個就不是一個好腳印啊，這個就不是一個好腳印。你们可以看到它每一個腳印的有多大，哎，是比我的手要大一些的。這沒準是猞猁的，但是不用擔心啊，就是從它這個雪覆蓋的程度來看的話，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們再往周邊看看，沒有新鮮的腳印。這個腳印相比剛才那個就要新好多。哎呀，看看，這回風險就解除了啊！你們看清楚點，只有一坨尿，只有一坨屎，還是活動最多的食草動物，哎，也就是狍子屎。這個東西是常見的，在我視頻裡冬季經常會出現。巧克力豆，來口。這是巧克力豆撒糖霜，看2隻在這過夜了，這裡一隻，那裡一隻。狍子在過夜的時候啊，它會挖一個坑，這樣自己刨出來一個坑，然後這樣睡在裡邊。他們在睡覺的時候，白天起來生活非常的健康，也會拉一坨屎。你在每個坑旁邊，你會找到糖霜巧克力豆。
這溫度可以了，天花板上的霜已经被烧到紧那邊了。现在这个温度，如果說拿那些露營燈出去的話，是停不了多久的。我這個手機呢，剛才已經2次提醒我了，可能會極寒關機。是移動電源要動沒電了，毀了，今天晚上都毀了。並不是選擇晚上去幹這些事兒，咱們回來，咱們是上午11點回來的，你知道吧？點火點了1個小時，然後來回拉這些東西1個多小時，忙忙乎乎，現在才4點多，外邊天就這麼黑了。1月份，現在已經過冬至了，你們可想而知，在冬至之前，這邊4點多得什麼樣嗎？已經徹底天黑了，黑的你什麼都看不清。再回想一下自己過去拍的那些地球 online 的視頻，我不知道多少帖子看過啊，真的是挺懷念啊。那個時候就是純找孤獨，跟現在的感覺很像。我現在就回到了前2年拍那個小短劇的時候，那個時候是我剛做視頻沒多久的時候，面對的就是無盡的黑暗，每天很享受這種感覺。我相信看我視頻的朋友們應該也很喜歡這種感覺，對不對？這種環境待久了，怎麼可能不抑鬱呢？是吧？從環境和生活狀態來說，就很壓抑。雖然說很漂亮，但是不能常待，只能自娛自樂呀，在家，否則根本挺不過這個寒冬。沒有玩漫漫長夜啊，漫漫長夜這款遊戲，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次接觸，如果你一個人玩，關上燈，會受不了。但是那個遊戲給我的感覺相對來說比現實世界要輕鬆一些，你們懂那種感覺嗎？遊戲還沒有那麼壓抑。給你們講講這個煤油燈吧，你需要把你的燈芯泡在你那個燈油裡放很久很久，它才能抗燒。剛才咱們走了這一大圈，少說得有半小時吧，我沒調過，就一直這麼亮，火力一直這麼旺，我沒調過的。我跟你們講啊，就是我們漠河有個興安鎮，去年的這個時候，也就12月1月份左右，也是3、9天，一群狼下山，然後把當地農戶養的馬活活咬死了3匹，你知道嗎？當時人過去的時候，那個馬只被吃剩1個頭了，然後連着脊柱，挺瘆人的那個畫面。後來也是實在沒招了，農戶就把所有的馬牽走了，牽到村裡去了。這就是我說的，到了特別寒冷的季節，動物的攻擊性會大大增加，很危險的，你知道嗎？大家一定要當回事兒，特別是來這邊玩的，他們都餓得不行了，才會來到人類聚集區尋找食物。你感覺他看到你能放過你嗎？現在回想一下，那些家畜被咬死的時候真的很絕望，你知道嗎？他們被拴在那兒一動動不了，直接跳到他們身上就開始啃，看着自己一點點被吃掉。這季節最嚇人的就是狼群。之前咱們去養馴路的那個大娘那個位置，他說狼群聲音特別瘆人，你們沒聽過，或者說在影視劇裡跟現實裡邊聽是完全兩種狀態，兩種感覺。在現實裡邊聽，如果你乍一突然聽到狼群嚎叫，真的很瘆人，你的雞皮疙瘩瞬間就會起來，下意識的，這就是刻在基因裡的。哦 fuck！ 終於可以把這個厚重的戰熊給脫開去了啊！厚是真厚，重也是真重。
太沉了，這衣服。你們看到了，今天40度啊，想念，外邊冷成這樣了，我裡邊就一個保暖的內衣，完了一個小衫，一個抓绒，剩里邊啥也沒有了。最爽的是什麼？穿這身我一點冷都沒有感覺到，還有點熱，特別是白天那會兒。放了一下午，全冻上了，全冻上了。咱们今天晚饭啊，买了个青花鱼，哎，冻得刚刚硬。然后现在这个屋比较乱，我还没有收拾。酸黄瓜，卡秋莎酸黄瓜，来东北一定要尝尝啊！我特别喜欢酸黄瓜。然后花生米、小鸡腿，这边還有肘子，這邊還有罐頭啊，但這些是明天咱們吃的。明天2罐啤酒。有沒有今天特別大啊？特別大的肌瘤。你說已經50多歲了，肌瘤很小，我症狀很重，我確實是可以可以考慮吃。另外呢，看看預警、寒潮預警、道路結冰預警等預警時，需提高警惕，合理規劃出行時間和路線，檢查車輛情況，確保一切正常。同時要注意合理使用燈光，開啟近光燈、示廓燈，能見度不足時打開霧燈，提高車輛的可見性。車窗起霧時啟用空調除霧。還有裴機長遺址是探索中原地區舊石器和新石器時代過渡的一個重要遺址。2025年另外，商周考古歷來時發現的重點，鄭州商城西洋樓片區張寨南街中發現了成規模的。這小黃瓜可好吃了。如果是自己家做的啊，我們這邊一般都是以大蒜黃瓜為主。你買這種成罐的是小酸黃瓜，哎哇，巨好吃。這個乾腸啊非常香，但是它不能跟這個啤酒配，你知道嗎？啤酒配完之後，我剛才喝了一口，就好腥啊！它把所有豬肉的那個豬味全給你靠出來了，哇哦！這桌子菜啊，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你看今天外邊有多冷，就是沒有辦法。39之後結束是49，然後那個冷日子就過去了，一年一次。每次都是在陰曆的過年前後，所以說你們如果不想趕到這麼冷的機會，你就盡量避開這個時間，39和49天啊，一定要避開，太冷了。你像前幾期視頻，那個是寒潮來了，全國大降溫，你沒招，你知道吧？這個不是39、49天一持續能持續好久。哦，今天喝2罐。然後喝多了之後，這冷天容易出事兒，真的容易出事兒。我們這邊山裡一般出意外都是喝酒喝的，真的。這個不叫深夜劈砍啊，這個叫傍晚劈砍。操他媽新狼叫呢！
我的妈呀！我出来溜一圈，上个厕所，低温关机提示，气温太低，手机可能隨時關機，請保存好數據。還可以哈，看咱這身就保暖。哎呦，這凍的。